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是高考状元，亦是豪门之子，但外界鲜有人知道我豪门身份。高考结束后，我拒绝了父母安排的欧洲之旅，通过中介进入自家集团旗下的辉煌大酒店当暑期服务生，1000块买状元郎给我擦一次血，我出5000买他跪下学狗叫。辉煌大酒店的 VIP 宴会厅里，我的富二代同学周强正兴奋地要将我拍卖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周强兴奋地站在宴会厅的中心，抬了抬手，压下了周围越来越多的叫价声。各位，拍卖咱们先不着急，今天可是个好日子，难得咱们的江城状元郎，我的同班同学顾晨亲自来服务我们，我们先让他好好工作，机会多难得。周少说的没错，我们沾沾状元郎的光。周围的人附和道，脸上都挂着不怀好意的笑。周强很满意地点了点头，打了个响指，叫来了宴会厅的王主管。王主管一路小跑过来，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，腰弯成了90度。周少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周强用下巴指了指我，又环视了一圈宴会厅里其他的服务生。王主管，让你的人都下去吧，我包的这个厅，今天只需要留他一个服务生就够了。王主管愣了一下，随即立刻点头，明白。周少您放心，我这就安排，保证让您和您的朋友们玩得尽兴。他转过身，对着我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换上了一副冰冷嫌恶的表情。听见周少的话了，机灵点，好好伺候着，能被周大少点名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要是出了半点差错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他挥了挥手，将其他的服务生都退了下去，自己却像个监工一样留了下来。后在一旁，偌大的宴会厅瞬间就只剩下我一个服务生。服务员，那杯酒离我太远了，给我挪过来1厘米。服务员，我这汤凉了，你去给我热热，需要37.5度，多1度少1度都不行。服务员，地上有根头发，是不是你的？真恶心，赶紧给我弄干净。各种刁蛮无理的叫喊声此起彼伏，我一个个的处理着。周强的头号跟班，一个叫王凯的胖子，大声叫住了我。他晃着手里的空酒杯，一脸坏笑地看着我。状元郎，过来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微微弯腰，客气地低头问，先生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他没有说话，拿起一瓶开了封的威士忌递到我面前，然后突然站起来，把酒杯稳稳地放在了我的头顶上。周围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窃笑声，不少人已经拿出手机开始全程记录了。来，爷，我想喝酒了，你给我倒酒，倒满了。状元郎的服务标准肯定是顶级的，这要做不好，敢洒一滴，你这活就别想干了。贵客，稍等。我接过面前的酒瓶，一手扶着头顶的酒杯，一手拿着酒瓶，慢慢地将酒杯倒满。我的手很稳，没有洒一滴酒。随即周围爆发出一阵扫兴的巨大的嘘声，切，没意思，这都没洒。状元郎手上功夫可以啊。王凯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，正想再说点什么，就在这时，周强笑着走了过来，他轻轻地从我头顶取下那杯满满的酒，在灯光下晃了晃。不愧是状元郎啊，手挺稳。他不急不慢地说道，既然酒倒得这么好，要不也替我们尝尝这酒味道如何？话音刚落，他手腕猛地一抖，他将一整杯威士忌就这么劈头盖脸地泼在了我的脸上。
我抬起手，用手抹了一把脸，冲着周强露了一个标准的服务式微笑。周少，这酒挺贵的，泼我脸上可是浪费了。我的声音不大，您如果没其他吩咐，我先退下了。我说完，便微微躬身，准备转身离开。周强脸上的得意笑容僵住了，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不等他发作，一旁的王主管已经一个箭步冲了上来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周少赏你脸，是你的福气，你怎么跟客人说话的？”他那张谄媚的脸因为愤怒而扭曲，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的脸上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，还不快给周少跪下道歉！一直挽着周强胳膊的妖艳女人此时娇滴滴地开了口，声音嗲得让人起鸡皮疙瘩：“哎呀呀，周少，你别生气嘛。”他故作惋惜地上下打量着我：“状元郎真可怜，你看这身板，这脸蛋，多好的模样，被这么糟蹋了，真是可惜了呢。”他的话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煽风点火的恶意，让周围的哄笑声再次响了起来。周强听了女人的话，立刻搂住她的腰，在她脸上亲了一口，发出一声响亮的“啵”。你个臭贱蹄子，又开始发浪了。他转过头，重新打量着我，眼神变得有些玩味。宝贝儿，你说的对，这么好的模样是不能浪费了。周强舔了舔嘴唇，眼中带着一丝兴奋。他对着一旁候命的王主管慢悠悠地说道：“王主管，今天咱们玩点刺激的吧，我就请大家吃个人体盛宴。”人体盛宴4个字一出口，整个宴会厅瞬间安静了一瞬，随即爆发出更加疯狂的、病态的欢呼和口哨声。状元郎的人体盛宴肯定是极品啊！有人已经开始兴奋起来。王主管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堆笑道：“周少好兴致，好兴致啊！这个玩法新鲜刺激，我这就去安排。”他对着对讲机阴狠地吩咐了几句，很快几个身材魁梧的保安就从门外冲了进来。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后背却撞上了一堵坚实的人墙。2个保安一左一右，死死地抓住了我的胳膊，我动弹不得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冷声喝问，试图挣扎。王主管走到我面前，脸上挂着得意的冷笑。干什么？当然是伺候好周少和他的朋友们，这是你的天大荣幸。把上衣都给他扒了。王主管吩咐道。刺啦一声，我的服务生马甲外套打底的白衬衫就被人给撕破，上身扒了个精光。我被他们死死地架住，他们粗暴地拖拽着我，强行将我抬上宴会厅中央那张冰冷光滑的大理石长桌。我的后背重重地撞在坚硬的石面上，一股寒气瞬间从脊椎蔓延至全身，冷得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我的手脚被几个人死死地按住，整个人被摆成了一个大字，嘴还被胶带封住了。快，把菜都端上来，注意点，别烫着咱们尊贵的餐盘。王主管急切地安排着。很快，那些腾着干冰雾气的冰镇海鲜拼盘，色彩鲜艳的水果沙拉，还有造型别致的高级甜点，一个接一个的被摆放在我的胸膛和腹部。周围的人兴奋地举起了手机，一双双眼睛不停地上下打量着我。他们围了上来，手里拿着筷子和刀叉，脸上全是贪婪而兴奋的表情。周强拿着一双银筷子走到我面前，他用筷子尖戳了戳我的胸口，胸口留下了一个浅浅的红点。他收回筷子，对着周围那群兴奋的看客笑道：“你们看，这状元郎的肉还挺结实。”我嘴被封住，只能发出呜呜声。王凯在旁边起哄：“强哥，
别光戳啊，让他吃点好的。周强哈哈大笑，又夹起一片鲜红的生鱼片，凑到我的脸前。来，状元郎，张嘴！撕啦一声，他粗暴地撕掉了我嘴上的胶带，扯得我嘴角生疼。他的声音带着戏谑：尝尝这个，今天刚到的蓝鳍金枪鱼，一般人可吃不着。我死死地盯着他，紧紧地闭着嘴。我海鲜过敏，当初在学校误食了海鲜，过敏性休克，差点死在医务室。当时还被他嘲笑我是吃不了好东西的命。我紧紧地闭着嘴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周强见我不肯配合，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。妈的，给脸不要脸！他身边的女伴也娇声说：强哥，他好像不领情呢。周强冷哼一声，不领情，由不得他。他一只手捏住我的下巴，要捏开我的嘴，另一只手拿着筷子，就想把那片生鱼片强行塞进我的嘴里。我不停地晃着头挣扎着，反抗着，猛地积蓄全身的力气，腰腹用力向上一挺，哗啦，哐当，我身上所有盛着菜肴的盘子、杯子，瞬间被我的动作掀翻在地，把按我的保安也吓得一个措手不及，松开了我。冰镇的生蚝，鲜红的鱼生，五颜六色的水果沙拉，混杂着酱汁和碎片，撒了一地。也见了离得最近的周强一身，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，他们脸上的狂欢和兴奋凝固住，变成错愕和不可思议。王腾第一个反应过来，立刻冲上来指着我骂：你这个服务生，疯了吗你？周强低头看着自己昂贵西装上挂着的酱汁和生鱼片，脸上的肌肉也因为愤怒而剧烈地抽搐着。他抬起头，眼神像是要活剥了我一样，一声咆哮：你他妈找死！还没等我进一步动作，他猛地抬起脚，狠狠一脚踹在我的腰侧，剧痛瞬间传遍全身。我整个人从桌子上被踹飞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我的手臂压在了一块破碎的瓷盘上，锋利的边缘瞬间划开了皮肉，手臂瞬间见了红。但我顾不上疼，在一片狼藉和所有人的注视下，晃晃悠悠的，一点一点的重新站了起来。我站直了身体，冷冷地看着他，手臂上还有血在流。周强看着我，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。不等我说话，周强看着重新站起来的我，怒极反笑：靠，我给你脸了，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，还让不让老子好好吃饭了？他像只被激怒的畜生，对着一旁的王腾和几个保安嘶吼道：把他给我绑起来，给我死死地绑在那根柱子上。王腾立刻点头哈腰地应着：是是是。周少您消消气。他指挥着几个保安朝我扑了过来，一个保安从背后勒住我的脖子，另一个抱住我的腿，我瞬间动弹不得。他们将我的手腕反剪在身后，用麻绳一圈又一圈地将我死死地绑在宴会厅中央的一根柱子上。绑好后，王腾还特意上前用力地拽了拽绳子，然后回头对周强谄媚地笑道：周少，这下结实了，您放心。周强满意地点了点头，朝我走来。周强走到我面前，皮鞋踩在碎瓷片上，发出刺耳的咯吱声。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砰！他毫无征兆的一顶膝盖，狠狠地撞在我的腹部。我闷哼一声，身体撞在柱子上，眼前阵阵发黑。他一把捏住我的下巴，强迫我抬起头。状元郎，连个服务生都干不好吗？他的声音不大，想玩，老子今天就陪你好好玩玩。他松开手，像甩垃圾一样把我甩开，我的头又重重地磕在柱子上。他转身
对着周围的人笑道：“来来来，咱们的拍卖正式开始，我来定拍卖项目，当场付钱。”他指向我，第一个项目就叫辣手摧花。他从旁边桌子上的餐盘里拿起一把银质的餐叉，转动着晃了晃，指着我流血的胳膊，用这把叉子在他这条胳膊上扎一圈，围成一朵漂亮的花。起拍价10万，每次加价至少1万。整个宴会厅沸腾了。周强的女伴娇笑着走上前，腻在他身上。他涂着鲜红指甲的手指划过我的手臂，眼神却落在了我的腹部。强哥，在胳膊上开花多没意思。他的声音又软又黏。你看，这状元郎的身材还真不错呢，这腹肌，啧。他轻佻地用指尖点了点我的腹肌，引来周围一阵哄笑。不如我们在这上面刻字吧，刻个废物怎么样？多有纪念意义啊！周强闻言，眼睛一亮，他捏了一把女伴的脸，大笑道：“宝贝儿，你这个主意好，够劲，就这么定了，在他腹肌上刻字，30万。”王凯第一个举手，迫不及待地想表现自己。35万。另一个油腻的中年男人喊道：“40万。”价格在他们此起彼伏的叫喊声中攀升。50万。王凯再次喊价，声音带着志在必得的得意。他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立刻转向周强，满脸都是谄媚的笑。周少，50万，没人跟我争了吧？见无人加价，周强很满意地点了点头。王凯立刻拿出手机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飞快地给周强转了50万。叮的一声，到账提醒在喧闹的宴会厅里格外清晰。王凯收起手机，却没上前，反而将那把作为刻刀的餐叉恭敬地递给了周强的女伴。美女，这个机会当然是留给您的，您来动手，才叫真正的辣手摧花。周强的女伴掩嘴娇笑，接过了叉子，扭着腰朝我走来。她身上的香水味浓得刺鼻，走到我的面前，用冰冷的叉子尖在我腹部的皮肤上轻轻比划着。状元郎，你说先刻废字好呢，还是先刻物字好呢？他对我慢慢地吐着气。你说句话，求求我，说不定我能刻得好看一点哦。我抬起头，狠狠地骂道：“贱人，你给我滚开！你他妈说什么？”他尖叫了起来，满脸怒恨。敢骂我，今天不把你刻爽了，我就不信。他举起手中的叉子，对准我的腹部就要狠狠扎下来。就在这时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宴会厅厚重的双开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。一个暴怒的声音炸响：“是谁在顾氏集团的地盘上胡闹？都聚在这里想干什么呢？”踹门而入的是周强的父亲周峰。宴会厅里瞬间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望着这个男人，脸上带上了一点惊愕与不安。周强的女伴那高高举起的叉子就那么僵在了半空中。周峰的目光扫过全场，最后落在了被绑在柱子上的我身上。他的眉头狠狠地拧成了一个川字，他将视线转向了旁边几个不知所措的保安。胡闹！你们干什么吃的？就看着他们在这里胡闹。他指着我，对那几个保安厉声喝道：“还不快把人给我松开！”那几个保安连忙冲了过来，手忙脚乱地解着我身上的绳索。绳子解开的瞬间，我身体发软，差点就要瘫倒在地。我用尽全身力气，单手扶住冰冷的柱子，才勉强稳住了身形。他径直走向他那有点发懵的儿子。爸，您怎么在这？周强不解地问道。你这个废物到底想干什么？周峰恶狠狠地吼道，抬手就给了周强一巴掌。啪的一声，清脆响亮，
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你知不知道楼上坐着的是谁？辉煌集团的顾董。我们为了请他来谈合作，花了多大的代价？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微微发颤。你在这里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要是惊扰了贵客，影响了我的生意，我他妈今天非扒了你的皮！周强脑袋耷拉着，小声的辩解：“爸，我不知道啊，就是见着老同学高兴，大家闹着玩呢，没事的，真的闹着玩。”周峰气得发笑，他猛地一甩周强的手，周强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有你这么闹着玩的吗？闹着玩，搞这么大动静！周峰指着周强的鼻子，大声骂道。周强吓得一句话都不敢再说。我活动了一下被勒得发紫、几乎失去知觉的手腕，骨节发出咔咔的轻响。然后我一步一步朝着那对父子走去。我走到了周峰面前，停下。周总，我的声音有些沙哑，但很平静。我想，同学之间开玩笑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我抬起自己那条还在流血的胳膊，在他面前晃了晃，又指了指自己被撞的青紫的腹部，用膝盖撞人，用绳子绑人，还要用叉子在身上刻字。如果这也叫开玩笑，我不在意的冷笑了一声。那只能说，您的儿子今天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分了。听完我的话，周峰脸上的怒气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。他上下打量着我，然后他冷冷地笑了。可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他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傲慢与鄙夷。他向前走了一步，逼近我。给你松绑，是因为你们动静太大了，怕你们影响了我和楼上的贵客谈生意。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，一个服务生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我谈对错？周围的人群先是一愣，随即压抑的哄笑声再次响起。周峰轻蔑地看着我，根本不屑于再跟我说一句话，而是直接转向一旁吓得瑟瑟发抖的王腾。王主管，他的声音冰冷，这就是你们酒店的员工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知不知道怎么跟客人说话？王腾的腰瞬间弯成了90度，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，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周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是个中介介绍来的暑期工，刚来，不懂事，我马上让他滚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用怨毒的眼神剜了我一眼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周峰嗯了一声，显然对这个回答还算满意。他从自己那看起来就价值不菲的西装内袋里掏出了一个皮夹，他随意地抽出一张红色的钞票，那是100块钱，被他2根手指夹着，轻飘飘的，像扔垃圾一样，直接扔在了我面前的地上。拿着，赏你的打车钱。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施舍与不耐烦。现在，立刻从我眼前消失，别在这儿碍眼，影响我谈生意。说完，他便不再看我，转身准备往门口走。周围又响起了一阵阵哄笑声。听见没？周董心善，赏你100块打车呢，拿钱赶紧滚吧。周董心善赏你的打车钱呢，还愣着干嘛？要不要我帮你捡起来啊？状元郎，我看了眼掉在地上的钞票，依旧没有动。我的沉默让准备离开的周峰停下了脚步，他回过头，眉头微皱，似乎对我的不识抬举有些意外。周强见我没动，脸上的得意之色更浓了，他以为我被吓傻了。他一脸得意地走上前，狠狠地一脚踩在了那100块钱上，还用力地碾了碾。爸，就这么让他滚，也太便宜他了。周峰没有说话，只是抱着胳膊，冷冷地看着我。周强见状，胆子更大了。喂，状元郎，滚之前
总得有点表示吧。他戏谑地看着我，他伸出脚，用鞋尖点了点地面，狞笑道：“跪下，给我们磕几个头，再大声喊一句各位爷，我错了，然后你就可以滚了。”周强的女伴笑得花枝乱颤，胸前的饱满随着她的动作剧烈起伏。她一边笑一边指着我，对身边的人说着什么，其他人也纷纷起哄，催促着我赶紧跪下，跪下，快点啊，别磨蹭。周董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，磕头，磕头，磕一个给你1块钱小费。整个宴会厅的气氛再次变得狂热。在周强和所有人期待我跪下的目光中，我缓缓地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手机。周强看到我的动作，先是一愣，随即脸上的嘲笑更浓了。怎么还想报警啊？他笑得前仰后合，指着我对所有人说：“大家快看，他要报警，你报啊，我等着。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算个什么东西？警察来了会帮你还是帮我？”王凯也在一旁附和：“就是，别说警察了，你就是把天王老子叫来都没用。”他的话引来又一阵哄堂大笑。我无视了周围所有的声音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不慌不忙地按下了拨号键。整个宴会厅的哄笑声还在持续。我匆匆说了句来宴会厅，就挂断了电话。周强把一张肥腻的脸凑到我跟前，脸上的讥讽愈发浓烈。怎么没报警啊？叫了你爹还是你妈啊？管事吗？他的话音刚落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宴会厅那2扇沉重的雕花木门又被人从外面猛地推开。巨大声响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笑声戛然而止。他身后跟着酒店的总经理和一众高管，每个人都低着头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来人正是辉煌集团的董事长顾天正。他扫视了一眼现场，侧过头，用一种不容置喙的语气对身旁的酒店总经理下达了命令：立刻暂停营业，清空酒店所有的客人。今晚客人的所有消费由辉煌集团买单。整个宴会厅死一般的寂静，刚刚还嚣张无比的富二代们此刻都面色惨白。周峰看到顾天正亲自下楼，并且脸色如此阴沉难看，瞬间吓得魂飞魄散。他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了上去，满脸的谄媚笑容。他的腰弯成了近乎90度。顾董，顾董，您别生气，您怎么亲自下来了？一点小事，真是一点小事，几个孩子不懂事，闹着玩呢，我马上处理好，马上。他把姿态放得极低，声音里甚至带着哭腔。他一边点头哈腰的解释，一边回头狠狠地瞪了自己儿子周强一眼，眼神里充满了警告和恐惧。周强被他父亲那要杀人的眼神吓了一跳，但依旧没搞清楚状况。在他看来，父亲的反应实在太夸张了。他见顾天正只是冷冷地站着，胆子又大了起来。在他那简单的脑回路里，这无非就是一场普通的闹事被抓包。他以为顾董只是觉得他们吵闹，扰了他的清静。他凑到周峰耳边，用很小的声音嘀咕道：“爸，你紧张什么？不就是同学之间闹着玩吗？声音大了点，一个破服务生，大不了给点钱就是了。”说完，他竟然绕过自己的父亲，主动走向顾天正。他挤出一个笑容，学着他父亲的样子微微躬身：“顾董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同学聚会，开了个玩笑，没想到打扰到您了。”他指了指我，语气里带着一种施舍般的轻描淡写：“您别生气，就是个服务员，不懂规矩，我们这就打发他走，保证不让他再碍您的眼。”听到这句话，
顾天正一直紧绷的脸忽然笑了，他不再理会周峰父子，迈开长腿，一步一步径直向我走来。他走到我面前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伸出手解开自己身上那件价值不菲的高级定制西装外套，然后他缓缓地将外套披在我的肩上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才缓慢悠悠地转过身，重新望向已经彻底呆滞的周峰父子。他一字一句地慢慢说道：“你们刚刚说要打发谁走啊？”顾天正的声音不大，威力十足。宴会厅里又恢复了一片死寂。周峰的身体开始颤抖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而他身旁的周强看看我，又看看气场强大的顾天正，满脸的疑惑和不解。我肩上披着父亲的外套，缓缓地弯下腰，捡起了那张被脚碾得皱巴巴的100块钱，然后我转过身，迎上父亲投来的关切目光，将那100块钱递到他面前。爸，刚刚周总赏给我100块，让我打车滚蛋。我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已经面无血色的周峰。我想了想，要不我用这100块拍下他家的公司，行不行？没问题。父亲的回答干脆利落，没有丝毫犹豫，伸手接过了我递过去的100块钱。轰的一声，人群炸了，现场犹如核弹就地爆炸。周峰彻底懵了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脸上写满了荒谬和不解。他强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望向我父亲顾董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这位小哥，怎么会是您的儿子？父亲都没有正眼瞧他，冷冷地吐了一句话：“我顾天正的儿子，还需要向你解释吗？”周峰双腿一软，整个人扑通一声瘫坐在了地上，他的眼神空洞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完了，全完了。”先前那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富二代们，此刻一个个哭丧着脸，争先恐后地向我道歉：“顾少，我们错了。顾少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。对不起，顾少，我该死，我不该笑您的。”我望向周强，缓缓走向他。来人，我淡淡的开口。几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安保人员立刻围了过来。顾少，您吩咐。我的手指指向已经吓傻了的周强，把他给我按在桌子上。安保人员没有任何迟疑，像老鹰抓小鸡一样，瞬间就将1.8米几的周强死死地按在了那张长条大理石餐桌上。周强剧烈地挣扎着，嘴里发出杀猪般的嚎叫：“放开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爸救我啊！”我走到桌边，也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然后我伸出手，一把扯开他的衬衫，露出了他那格外肥硕油腻的肚子。我端起桌上那盘还冒着丝丝寒气的冰镇海鲜，在他眼前晃了晃，笑着问：“周大少，还记得这个吗？”在他惊恐的眼神中，我毫不犹豫地倒了上去。冰块、生蚝、龙虾尾混杂着冰水，悉数覆盖在他白花花的肚皮上。啊！周强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。冰冷的刺激让他浑身的肥肉都在颤抖。我俯下身，在他耳边轻声说道：“怎么样？这盘冰镇白玉珠味道还不错吧？”周强又惊又怒：“顾晨，不，顾少，我错了，我道歉，求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吧。”“是吗？你不是挺硬气吗？”我直起身子，厉声道，打断他一条腿。话音刚落，只听咔嚓一声脆响，伴随着周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他像一条死狗一样瘫在桌子上，除了抽搐，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我转过身，
目光冰冷地扫过宴会厅里的每一个人，那些刚刚还在起哄的人，此刻都低着头，身体不自主地颤抖着。我望向酒店总经理，报警，把这里的监控录像全部调出来，选好了发给警方，就说这里有人聚众闹事，恶意伤人。我的目光最终落在了那个角落里的王主管身上。我缓缓地走向他，脸上带着一丝玩味的笑容。王主管，你刚刚不是说我只是一个中介介绍来的暑期工吗？王主管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涕泪横流。顾少，我错了，我有眼无珠，我不是人，你饶了我吧。还没等我再开口，那些已经被恐惧逼到极限的富二代们瞬间找到了宣泄口。妈的，就是你这个狗东西！要不是你说他只是暑期工，我们怎么会得罪顾少？就是他，他刚才还说要把顾少赶出去，打死他，打死这个狗仗人势的东西！一群人像是疯了一样，冲上去对着王主管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幕，没有丝毫阻止的意思。警察来得很快，效率也出奇的高。在酒店总经理的亲自引导下，他们没有过多询问，将瘫软的周峰、昏死过去的周强以及那些瑟瑟发抖的富二代们一个个带走。周强的女伴也被2个女警反剪着双手带了出来，她脸上的妆都哭花了，嘴里还在尖叫：我爸是，你们不能抓我！一个年长的警察看了他一眼，冷冷地说：你爸是天王老子都没用，犯了法就得跟我们走一趟。王主管像一滩烂泥一样被人从地上拖起来，他被那群富二代打得鼻青脸肿，被带走的时候嘴里还在含糊不清地念叨着：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匆匆赶来，提着医药箱要为我处理手臂上的伤口。父亲走到我身边，挥手让医生先退下，然后亲自拿起碘伏和棉签，小心翼翼地帮我消毒。他看着我手臂上的伤，心疼地说：小陈，这个暑期工别干了。我摇了摇头，目光平静地看着他。爸，这是我第一份工作，我想做完。父亲给我包扎伤口的动作顿了一下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复杂，最终化为一声无奈的叹息，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。好，随你吧，但记住，受了委屈就不用再忍。我知道了，我点了点头。没过几天，父亲的助理给我打来电话：顾少，周氏集团的所有股权变更手续已经办妥，现在公司在您的名下，您看什么时候有空过去视察一下？王主管愣了一下，随即立刻点头。我5几天后，一则社会新闻的推送宣告了周氏父子的最终下场。新闻标题触目惊心：富二代聚众淫乱吸毒，多名嫌犯被依法批捕。报道里说，警方在后续的调查中，从他们身上查出了吸毒、组织卖淫、故意伤害、强制猥亵等多项罪名，证据确凿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牢狱之灾。新闻配图里，周强的脸被打了码，但能看出他坐在轮椅上，一条腿打着厚厚的石膏。至于那些曾经围观看热闹、对我落井下石的富二代们，虽然没有被刑拘，但他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。他们家族的公司不是股价暴跌，就是合作项目被莫名叫停。据说好几家的长辈气得直接住进了医院。暑期的最后1个星期天，我的服务生工作也终于画上了句号。酒店的员工公告栏上贴出了当月优秀员工的评选结果，我获得了月度最佳服务生的称号。公告上还特别注明，这次的评选
是由 VIP 宴会厅的客人们通过酒店的反馈系统联合投票选出来的。我拿到了新主管递给我的2个信封，一封里面装着我2个月的薪水3200块，还有一封因为最佳服务生而额外奖励的500块钱奖金。我脱下服务生的制服，换上自己的衣服，走出了这家我工作了2个月的5星级酒店。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，我眯着眼，喝着手中的冰咖啡，摸了摸那个装着薪水和奖金的信封。我笑了笑，美好的大学生活，我来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